陪我红酒。你怎么又跟来了？你打碎了我的红酒。是你啊？嗯，是我。我叫齐路。我叫一星。一星？哎，我知道你，是不是你家酒庄出问题了？你父亲现在身体好一些了吗？我没什么别的意思啊，我就是想跟你说，难过的时候发泄出来能好一点，不然你就哭出来。没关系，你想一个人静静，我现在就撤。你有没有过特别绝望的时候？有，我现在就很绝望。我跟你说，真的，我现在就特别的绝望。你有没有过那种感受？当你在非常努力的去实现自己梦想的时候，你母亲咔的一下就把你的梦想按在地上，一点翻身的机会都不给你。我真的不能理解为什么。我不一样，我爸他特别支持我的梦想。我从小练琴，我想成为一名大提琴手，他让最好的老师来教我。他给我买最贵的大提琴，他努力经营酒庄，供我去伯克利读书。然后呢？然后我实现了我的梦想，我得到了爱乐乐团的 offer， 他也实现了他的梦想，他在希腊得了金奖。再然后他就出了车祸。如果那天我没有让他去机场接我，他就不会出车祸，也不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我觉得吧，这事儿真不能怪你，他就是个意外。你不要自己给自己这么大压力嘛。对不起啊，把你吓到了吧？我欠你的酒，你有时间的话到新英酒庄，我拿我爸得奖的希腊还给你。小英，红梅，你怎么会在这儿？你怎么会在这儿啊？哦，你还不知道吧？一星他爸爸出车祸了。哦，那你辛苦了啊，小英，难道没事儿，都过去了，这么多年。小英？当年的事，你还没放下吗？换了你
你能放下吗？当年如果不是欧阳斌，齐北山能死吗？小英，老欧他可能永远也醒不过来了。爷爷，吃得开心吗？你妈不在这儿，我吃的当然开心。喂，你妈松口了吗？爷爷，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妈那个脾气，这回啊，是想不回去都难喽。哎呀，你说你妈这么多年一个人在上海，不容易，多理解吧啊！哎，爷爷，我刚在楼下碰见一个人。碰见谁了？星星酒庄的易星。对，他还跟我说医生下结论了，说他爸再也醒不过来了。你再道我两句，什么酒庄？星星酒庄的易星。可惜了，可惜了。爷爷，您认识他爸？认识。他爸爸是个最有理想的人。当初啊，欧阳斌、邱国栋和你爸，他们三个好的像穿一条裤子的亲兄弟一样。加油干！我们的未来一片光明。没错，采石场建起来了，心里就激动得很。加油吧，兄弟们！让我们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再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等这片地开出来，我们就可以试种新品种了。是啊。咱们园子里的葡萄终于可以酿酒了。说真的，这几年咱们又是整地又是种葡萄，真是花钱如流水。要是没有这片采石场撑着呀，真是没办法跟乡亲们交代。是啊，哎，不过我有个想法啊，等我们新酒酿出来了，我想把这个采石场关了，建酒庄。这个采石场虽然说是赚钱，但是毕竟对环境的影响太大了。你这个意见呀，我特别同意。等咱们挣了钱，给石头村修条新路，到时候皆大欢喜。哎，聊这么长时间，北山干嘛去了？怎么不来吃饭啊？北山你还不知道吗？工作认真，晚上有2车砂石要运走，这山脚下的爆破点还没埋好呢，他哪有心思吃饭呀？那也不能饿着肚子干活啊。我去叫他去。行。北山，北山，北山！大妹子，北山兄弟的事儿是个意外，我这个当哥的心里也很难受。这点钱是大家伙凑的。是个心意。你们走，我不想看见你们。我明天就带着孩子去上海，我恨你们一辈子。你爸爸就在这次事故中遇难了。从此呢，你妈妈对这片土地产生了心结，无法释怀。
谁呀？妈，您哭了？爷爷安顿好了。啊，那个，我爸的事，爷爷和我说了。妈，我爸的事是和欧阳叔叔有关系，但您看，欧阳叔叔他都那样了，我们能不能……不能。我可以不再记恨他们，但是我真的不想再见到他们。马尔贝克。对，刚刚培育成功。太好了，太好了！我已经忍不住想要看他赶紧长大的样子。啊，雪松、丁香、甘草、烟熏的味道，可可、牛奶、巧克力、咖啡、摩卡咖啡、皮革、黑胡椒。还有青草的味道，太迷人了。你说的没错，是个痴人。王教授，王教授，您绝对是我们贺兰山的功臣。可不能这么说，这批优质种苗可是秦副组长亲自引进来的。怎么样？我没骗你吧？下一步啊，我们打算把它移栽到1厂的育苗大棚里，批量培育。他要去1厂啊？可我不想回1厂。为什么？太大。厂子大有什么不好呢？一点也不好。你看，我要汇报，要申请，还要开会，我还要处理各式各样的人际关系，这些都不是我擅长的。我呢，更习惯精品小酒庄的工作模式，简单、直接。那既然这样的话，你自己有没有想去的酒庄？如果没有的话，我可以帮你推荐一家。当然了，你可以直接回爱德堡，反正他们也说过，随时欢迎你回去。新鲜酒庄。如果我没记错，你们2家算世交吧？以前算吧，现在我也说不清楚。怎么，你们2家还有渊源？说来话长。齐路的父亲死于一场意外事故，事故发生的地点啊，大约就在今天星星酒庄的葡萄园里。从那以后呢，我们2家就没有再来往了。我妈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带我去了上海，不愿意让我回来，说这里是她的伤心地，有心结什么的。听你这么说，那你现在去星星酒庄合适吗？总要有人面对吧。没准我处理好了我们这一代，那上一代的心结就解开了，不是？尝葡萄呢？感觉怎么样？酸度还有点高，应该再过1个礼拜就差不多了。内行啊，懂酒，懂点儿。
小伙子，你叫什么名字？我叫齐禄。齐禄，法国回来的。我知道，我听一厂的谢勇说过，爱德堡那边的事情也知道一些。其实这个酒啊，就和人一样，酸度过高的话，酒酿出来苦，它的细腻感和优雅感就会差很多。如果甜度过高的话呢，酒的厚度就会差一些。我们要找到一个最佳的平衡度，对吧？这些谢师傅也跟我说过。啊，我的意思是，就像这个葡萄啊，它的酸甜度是由时间来决定的，但是采摘葡萄是由酿酒师来决定的。其实酿酒的每一个步骤都是选择，就像年轻人的成长一样，有道理吗？您也是酿酒师？是，我姓石。您就是石老？幸会。幸会。谁呀？哦，这是法国回来的酿酒师齐禄，这是我的好朋友，也是葡萄酒经销商安南。你好。哎，你好。这么热情啊！你不会真的要加入我们酒庄吧？有什么问题吗？我跟石老已经商量过，他呢，同意了。石老同意了。我们酒庄现在什么情况，你也不是不知道。你来对你有什么好处啊？是啊，有什么好处啊？我也不知道。反正呢，我就是挺想加入你们的。我算是听明白了，大哥你是这个呀？明知道火坑还往里跳，是不是好贵啊？火坑不火坑的我真不知道啊。但我的的确确是被欧阳叔叔的匠人精神所打动了。一个能把10几年时光都倾注在酿造一支酒上的人所建立的酒庄，肯定不会差。而你为了保护这个酒庄放弃了什么，我也是有所耳闻的。都是执着的人，我也是。所以，我来了。好吧，执着的人，那我以星星酒庄庄主的身份欢迎你，希望我们的合作一帆风顺。我坚信，我们的合作一定会顺利。石伯伯，石伯伯，我来了。哎呀，石伯伯，对不起，我来晚了。没事，星星。你看，阳光透过葡萄架，照射到地面上，又通过地面反射到了葡萄藤上。这个时候啊，就像是日月交替、阴阳轮转一样。这是最美妙的时候。糖分在慢慢的上升，酸度在缓缓的下降。这个时候采摘下来的葡萄，花香和果香交织在一起，放在橡木桶里面，经过一系列的发酵作用，能酿出世界上最好的葡萄酒。这是我的梦想，也是你父亲的梦想。但是我现在真的担心，我的梦会被一些事情打碎。什么意思啊，石伯伯？发生什么事儿了？本来我一直不想说，但是可能现在不得不说了。我们收到了一封律师函，你自己看看吧。银行让我们1个月后还款。500万。对，这个钱是当时我跟你父亲商量好，向银行贷的款。本来按照我们的计划，如果3年之内我们顺利的话，是可以把这个钱偿还出来的。但是第1年，我们的葡萄皮儿薄，被马蜂给蛰了；第2年又遇上霜冻，颗粒无收；第3年是勉强还了一部分，又赶上你父亲突然出了意外，所以这个偿还一直没有兑现完。爸，银行信贷部的李军打电话跟我说，一心家的酒庄贷款逾期了，而且银行已经发了律师函，准备要起诉了。早料到了，
这欧阳一倒下，所有的这些麻烦事儿都会压到星星身上。我这银行贷款的事儿要是不解决，酒庄就完蛋了。爸，你也不希望欧阳叔叔的酒庄就这么倒闭了吧？所以你得赶紧去找一心谈一谈。谈什么呀？谈酒庄啊。你还不想放弃？爸，不是我不想放弃，是一心他根本就不适合做这一行，他太单纯了。那酒庄给了我们，总比这样被银行拿去或者给了别人强吧？你看，听老爸的话，万事过犹不及。喂，秦副组长吗？哎，我是，请问您是？我是星星酒庄的老石啊。哦，是石老啊，请问有什么事儿吗？你一直对我们帮助很大，我想当面感谢你一下，咱们也好长时间没见面了。还有呢，就是我们这个星星酒庄啊，最近的确遇见了一件麻烦的事情，想跟你当面说一下，问问有没有解决的办法。现在酒庄到底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了？咱们一起想办法解决嘛。银行的500万贷款，当时约定好是3年偿还。秦副组长，这3年我们一直在努力啊。但是天灾人祸，我知道，这个我可以去找银行去协商一下，能不能把还款的期限延长一下？银行我已经跑了好几趟了，一直在努力的沟通。我们酒庄里面剩余的这些酒啊，我也盘了一下，按照市场的价值呢，大概是200多万。但是你要是超过这个期限吧，人家不答应，律师函都发过来了，银行那边有银行的规矩。我心里是这么想，我们这个酒庄已经存在24年了。我看到了一篇文章，美国的企业呢，平均寿命是8年多，日本的企业呢，平均寿命12年多。我们这24年怎么走过来的？秦副组长，你最清楚。如果现在我们垮下来，太可惜呀。这件事你就放心吧，交给我。赵行长，我知道你们所有的事情呢需要按照程序来办，我也只是希望啊，能不能想想办法。我知道，他们其实也挺不容易的。你看出了这么大的事情啊，里里外外的都靠一个丫头顶着，看上去挺让人难受的。哎，不，这绝对啊不是听你的意思，完完全全是我个人拜托您。我知道这件事挺难办的，我就希望啊，看看能不能想想办法宽限一些日子，把律师函先撤回来。好，那我等您电话。哎，好，谢谢，再见，张行长，再见。爸，你的袜子怎么又乱塞呀？哎呦，对不起。瑶瑶，爸爸太忙了，也没时间收拾。你别动，爸爸空了之后呢，爸爸自己收拾。你歇着，你想吃什么，爸爸给你做。你歇着，我来做。这段时间我跟张叔叔学了可乐鸡翅，我做给你吃，等着。那我今天是享福了。我昨天和张行长联系过了，他刚刚给我回了电话。目前来说，银行那边态度还是挺坚决，他们没有办法帮咱们撤回律师函。想要解决问题，还得完成还款。但是我觉得吧，这件事不是不能谈，毕竟银行得向储户做交代。如果说咱们这边能完成60%的还款，我觉得我还是可以和张行长去沟通沟通。秦副组长，这件事情我已经非常感谢了。前后你已经跑了几趟，那这样吧，我把库房里面那点希拉拿出来，让销售部门想办法赶紧给卖了。不管怎么说，还值些钱。可是希拉的认知度不够高，能行吗？但是没办法，
死马当活马医。如果真的能卖掉，把这钱回来，能够兑现你说的那个60%，那星星酒庄不是还有希望吗？现在是我们酒庄最困难的时候，我相信具体的情况大家都有所了解了，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做的重中之重，就是把酒庄的酒都销售出去，回笼资金，完成银行的还款。肖庄主，您也看到了，不是大家不努力啊，只是现在这个市场就这么一个状况，这销售没那么容易完成啊。现在呢是非常时期，大家自然应该多辛苦一些。在座的都是咱们这酒庄的老人了，总不至于坐视不管吧？魏经理，你说呢？哎，石老，我不是那个意思，我们销售部呢在努力，再加把劲儿。只是这任务这么紧，那提成……这个魏军，你说这都什么时候了，还想着捞好处呢？正是因为现在到了困难的时候，才更加需要我们的销售发挥作用。我觉得石伯伯说的对，魏军这个人虽然贪钱，但我们销售这一块少不了他的团队。再说了，能者多劳，他提的要求也算是合理。但从今往后，我们销售这一块不能只指望他的团队了，还得找别的办法。所以我打算呢，这2天跟着安南去跑一跑市场，毕竟多个人多条路，多一份希望嘛。好，我刚从银行回来，现在酒庄普遍存在的问题就是前期投入大，回收周期长，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政府出面，扶上马再送一程。您看，一般修复土地需要1到2年的时间，每亩的成本大概2万元左右。接下来还要引进苗木，种植防护林，3年以后挂果，7年以后的葡萄才能够酿出好酒。这样一来的话，平均每个酒庄至少需要10年的纯投入期。小秦啊，您说的这个情况很重要，我建议咱们分头行动，把整个贺兰山沿线的酒庄做一次摸底调查，搞清底数，以领导小组的名义上报自治区党委政府。我们不能让任何一家有发展潜力、老老实实做事的酒庄，因为贷款的问题倒在起跑线上。太好了，我要抓紧时间拟定一份调研报告。这次调研我要亲自参与。巨额贷款的事情，如同一记重锤砸在一心面前。这沉甸甸的压力，让他不知如何是好。一心和石明山想尽各种办法，也看不到一点希望。他的内心越发的焦虑起来。秦副组长，哎，齐洛，见过一星了？见了，状态还行。那就好。现在老庄主还在医院躺着呢，一星呢也没什么经验，每天一睁眼就是钱。我们父辈都是有渊源的，我父亲、欧阳叔叔、邱叔叔，他们3个不都是亲如兄弟的吗？那这个酒庄不仅仅有欧阳叔叔的梦想，还有我父亲的期望啊，所以我的确想帮他。就目前来看，不太好办。你打算怎么帮？找我妈。你为了留下来啊，都已经跟你妈闹翻了，能行吗？能不能行？那试试呗，毕竟虎毒不食子。有那么急吗？就是这么急，时间不能拖久了，时间太长我怕有变数。你确定吗？我很确定。你给我个理由。爸，我们跟欧阳叔叔家是世交吧？嗯。那给了我们，总比被银行拿去让法院拍卖了强吧？那我们毕竟是自家人啊！我跟你保证，我肯定会打理好欧阳叔叔的酒庄的，你相信我。你跟人家谈价钱的时候，让着点人。知道了。但是爸，说实话啊，感情是感情，生意是生意啊，
虽然我不应该这样评价欧阳叔叔啊，但是你想想，那欧阳叔叔的酒庄，他为什么走到今天？那还不是因为他把个人感情带进了生意里面吗？什么梦想啊、情节呀，那些都是虚的，只有生意才是实实在在的。那我们要尊重市场，控制成本，你说对吧？哎，行，你该怎么做生意怎么做生意，我不管了，这行吧？但有一条件，年底分红的时候，从我的钱里拿出50万补偿给星星。你要拿出去多少？爸，你这不是又是把个人感情带进了生意？你答应也得答应，你不答应也得答应，这是我的条件。答应，您高兴就成。爸，有事吗？哦，没啥事儿，我就是问你还好吗？齐路在你旁边吧？在，要么你跟他说。人家翅膀硬了，长本事了啊！你告诉他，信用卡我给他停了。他眼里既然没我这个妈，他爱干什么干什么。别，妈，我错了，我给您道歉，我真的错了，对不起。妈，爷爷带我去我爸的坟前看过了，我们呢，除了草，添了新土。我还在他坟前发过誓了，我说我要用他守护的这片园子里的葡萄酿出世界上最好的酒，我也给您带到上海，让您尝尝这瓶。妈，哎，行了，没听出来吗？你妈正在气头上呢，我了解她，她就是刀子嘴豆腐心，缓2天就好了啊。哎，这是爷爷今年刚摘的苹果，吃一个。星星，别再往银行跑了，你都去了那么多趟了，不会有什么效果的。你自己好好休息一下不行吗？酒庄这么多事情，我不会放弃的。今天我没有见到，那我就明天去，大不了我天天去，我一定能够见到银行领导的。你见了银行领导能怎么样？银行是让咱们还钱呀。但凡他给我松一点口，我就能够抓住机会。我知道。现在我这么一次一次的跑，几乎看不到效果，但起码在每次跑的过程当中，我心里能够燃起一些希望。石伯伯，在我爸出事之前，这个酒庄还在我们手里。那如果万一有一天我爸他醒了，这个酒庄没了，你让我怎么跟他交代呀？老邱啊，刚才星星跟我说的话你都听见了是吧？都听见了。我今天来呀，我就是为这俩孩子。闺女呢是3番5次的跟我说，你说我不跑一趟，好像是我不近人情。再有呢就是星星，我是真心疼这孩子。这孩子从小咱们看着长大的呀，是那练琴练得多苦啊，好不容易看着点希望。谁想到这老欧又倒下了？我是想着呢，把这酒庄收了。这酒庄在我手里，给他们的分红只多不少，也能让他们娘俩舒舒服服的过日子。老邱啊，你这个想法糊涂啊！怎么呢？老欧大半辈子辛辛苦苦把这个酒庄立起来，那是他的心血。老欧现在出事躺在医院里边，那孩子现在如果把这酒庄给卖了，老欧醒过来，他怎么交代？孩子虽然是不懂葡萄酒，但是现在这个节骨眼上，他必须得把这个酒庄给撑住才行。那不是还有我吗？我在这个酒庄20多年了，再苦再难，我也得帮着孩子一起把这个酒庄给重新打理起来。我还是真没想到这一层。这星星啊，肯干，有点像当年老欧那劲头。是啊，可她毕竟是个女孩子。我实在是舍不得看着他再受罪。行了，你这话也说明白了，我也听明白了。哎，那咱就这么着，好吧？这样，这里有点钱，你帮我给星星我的一点心意。哎，老邱，这不行，你想多了，你就拿着，好吧？你听我说，这样，我一定把你这个好意转告给星星。
酒庄现在还没到这样的一个程度。如果真的是运转不下去了，我自然会跟你开口。你那边酒庄里面也得做生意，也需要资金周转。你这样，你先把这个钱收了，回去啊，你跟一涵说一声，这个事儿得让行吧？这你放心，我回家就跟他说，打消他的念头。你就带着星星，踏踏实实的做生意。咱就这么说好吗？好，好。老板，外面来了一位外国客人，我看着挺像莱诺先生。Mr. Lin？ 我看苏经理挺谨慎的，亲自去服务了。好，你去忙吧。I recommend you can choose a new one, carbonate, or the Bordeaux is great. Mr. Leno? Yes. Nice to meet you. I am Li Xiaoying. This is my restaurant. Do you like it? Yes, it's quite good. Thank you. And this is gift. 这是你给我出的题目吧？ No, this is gift to you. Enjoy it. 谢谢。How about it? 这可是 MT 先生的手笔，这种酒我只喝过一次，但是印象深刻。这种酒它很难把握，氧化不够就会很酸很涩，氧化过了呢就会没有什么味道，必须掌握的恰到好处，才能释放出迷人的香气。你是在我们这个餐厅第一个品尝出这款酒的人。谢谢谢谢。小米，妈妈给你热了杯。什么意思呀？来，给妈妈看看。给我。写什么嘛，还这。你这写的什么呀？可我写的是事实啊！重写。干嘛去？出去！哎，你等等，老爷子他想让我劝劝你。劝我什么？劝一劝一心酒庄就归我们了吗？这个家里里外外的，我能指望上谁？老爸他当时张不开嘴。张伯饶，有机会来了就要抓住，没机会创造机会也得成事儿。这咋了？这吃枪药了？这是？爸！哎，我妈把我作业死了。这你妈干的？嗯。下车。张伯饶，你到底想干嘛？不是我要干嘛，是我想问问你想干嘛。我知道你因为新兴酒庄的事情，你心里憋着火呢。但就咱两家那个关系，咱爸当时真的张不开嘴呀。你有什么火，你冲我来。你为什么要把邪火发在孩子身上？我跟孩子发邪火。张伯饶，既然你们都帮不上我，那就给我让开，别烦我。我知道，你一直觉得我不思进取是吧？我今天回家本来就有件事情要跟你说的。我们领导已经找我谈话了，升我做葡萄酒网站的主编。但是你给我机会说了吗？我一回家你就在发火呀。还有孩子，你为什么要把张小米的作业本给撕了？你作为一个妈妈，你知不知道你这样的行为会给孩子造成多大的伤害？张伯饶，
你回家好好看看你的女儿，都是怎么写的她的妈妈。让开！师傅，我觉得这个莱诺先生不像是来单纯吃饭的。他当然不是来吃饭的。最近咱们这个圈都在传，这个叫莱诺的，现在是波尔多名庄酒的中国区总代理。我在想，他会不会是来考察咱们餐厅的？考察咱们啊？那他是想跟咱们合作？当然有可能啊。我的妈妈是别人嘴里很厉害的酒庄庄主，可是她跟别人的妈妈不一样，她经常不回家，就算是回家也是喝得醉醺醺的，到家后会冲着我发脾气。我以为所有的妈妈都一样，但是后来发现，只有我的妈妈是一个不爱自己孩子的人。全都不理解我，都不让我省心，也不知道我累死累活是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这个家。这谁把你给惹了？你不是去找一兴跟石老签合同去了吗？签个屁呀！石明山死咬着100万不放，我拿什么签？100万，这可比我们跟王总承诺的价格高出的不止2倍啊！何况咱们定金都收了。这样，你赶紧买点礼品，找王总赔礼道歉去。哎，不是，那定金还有中间。哎呀，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想着中间呢？这生意都没了，王总不怪罪咱们，就算不错了。你说这怎么这么寸呢？啊！早不给希拉定价，偏偏咱把订单拉来了才说，是不是故意的？是啊，哼，我算是看明白了，石明山也好，一兴也好，这都防着咱们呢。别让我逮着机会，一旦有机会，我非出这口恶气不行。一兴。如果你能信得过我，酒庄那边我可以入一些股份。你要买下新兴酒庄吗？你误会了啊！姐怎么可能干得出来那种落井下石的事情呢？酒庄不是卖给我，更不是姐要霸占这个酒庄啊！我只是帮你渡过难关。这么跟你说吧，姐是要还欧阳叔叔一个人情。当年要不是他挺着我，姐的酒庄不可能那么快的站稳脚跟。所以，欧阳叔叔必须还是这个酒庄的主人。只要他能醒过来，姐随时完璧归赵。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谢谢你才好。傻丫头。咱们是一家人嘛，有什么事儿随时给我打电话。好。你是欧阳斌的家属吗？我是。啊，这是昨天的清单，该缴费了。那个我一会儿去缴可以吗？没问题的。当然搞定了。一个小姑娘哪知道什么深浅？酒庄嘛，就是一个赚钱的工具。能赚钱呢就留下，不能赚钱就卖了，一把套现。生意就是生意，永远不要谈感情。叶安姐，你都听见了？听见了。
那些话都是跟外人说的，别当真。这个股份，我还是不出手了吧。一星，姐都是为了你。姐。魏经理，找我什么事儿？听说你对星星酒庄感兴趣啊？有什么话，请直说。好，那我就不绕弯子了。我在星星酒庄干了10几年了，轻车熟路。本来呢不想挪地方，可是星星酒庄这条船就要沉了，所以你想到我爱的宝酒庄来？没错。但是在我来之前呢，我先纳个投名状。什么意思呢？星星酒庄的销售数据全在我这儿，大客户呢也全在我这儿。我给你做个内应，加速星星酒庄的灭亡，怎么样？魏经理，你这样做可是卖主求荣。爸爸，今天期中考试，祝我好运吧。好，爸爸祝你考100分。不，我要双100分。有志气，那考好了，爸爸奖励你。奖品是什么呢？奖品，爸爸送你一个大大的奖杯，金光闪闪的那种，怎么样？不好。那你想要什么？我要大提琴。大提琴？那不行，你现在呀还太小了，你背不动。不嘛不嘛，我就要。好，爸爸答应你。爸爸，星星回来了。哎呀，这是什么呀？让妈妈看一看。真棒！爸爸呀，累了一天了，咱们让他歇会儿，好不好？我爸爸说要给我买大提琴的。大提琴？爸，我的大提琴呢？大提琴过2天给你买，好不好？你骗我！星星，星星。老板，您好好看看，这可是纯手工大提琴。5万，我收了。不是，您再看看嘛，这当时买的时候我爸花了20万呢，这是他送给我的礼物，我要不是急用钱，我不会卖的。最多8万，你要是愿意，你就留下。我现在就能给你拿钱。成交。一座石桥，对不对？一座石桥。欣欣，爸爸回来了。欣欣，哎，来，看看爸爸给你带什么回来了，看看。大提琴。那这个呀，就送给欣欣啦。谢谢爸爸。还有这个。怎么都是9万？麻烦你给他找一个好主人。放心吧。不然啊，我一会儿要去趟星星酒庄，咱们长话短说啊。我出差之前就跟你们主编沟通过，我想搞一个网站，专门宣传咱们产区。主编已经跟我聊过了，既然您提到这个，我就给您表个态。
我乐意。那也太好了。我这次开会的时候，就跟李国华教授还有国内一些同行们都交流过，大家普遍认为说咱们国内的葡萄酒市场认知度还远远不够，而那些红酒的爱好者呢，又只认外国酒，这种现象啊非常突出。当然了，人家酒呢确实也好，咱们得认，但是同时我们更应该看到啊，人家对于消费者的教育所做的功课，他们现在已经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在教育我们的消费者，比方说什么老藤上结的葡萄好啊，什么一定要用橡木桶啊，还有什么喝酒的时候一招一式啊，哎，这些东西结合在一起，这就是标准，这就是影响力。您的意思我听明白了，这个网站不仅是一个外宣的窗口，还是一个科普的网站，一个具有我们中国元素价值标准的输出窗口。对，就是这个意思。李经理，是这样的，我这儿呢，我正在筹钱，我想咨询一下，有没有一种可能呢，可以延长借款期限，分期还款？如果可以的话，您能不能帮我通融一下？那我也不跟您绕弯子了。起诉通常是最后的手段，不到万不得已，我们也不愿意走到这一步。延期还款是可能的，但有一个前提。您说。我们需要一个担保人。还需要一份详尽的还款计划。好，我明白了，谢谢您啊，李经理。那也就是说，我们只要有了担保人，出具了还款计划书，还有相关的证明材料，我们就可能顺利地度过这一关了。是的，银行信贷部的李经理就是这么跟我说的。可是之前张行长没跟我提供过这个情况啊。哎，这就叫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行了，不管怎么说，算是有转机了。那我抓紧时间再和张行长去联系一下，了解一下延期还款的具体情况。哎，也麻烦你们呀，把这个酒庄的具体的什么证明材料呀，给我准备一下。好。啊，那个还款计划就交给我吧，2天就给你们搞定。那一厂那边我也帮你们想想办法，看看能不能让他们来做担保。担保需要一份财务报表，这个是我来解决。那一厂要是能做担保，那太好了，我陪你一块儿去一趟一厂。好，谢谢你们的帮助啊！那接下来我们分头行动。秦副组长，延迟还款的事情，真的？没错，其实张行长啊一直在帮我们争取，只是没有时间告诉我。刚才疫情不是去银行了吗？顺道把这个消息带回来了。你怎么想到让一厂做担保的？你之前跟他们闹得还挺不愉快的。其实也没有闹得很不愉快吧，我们就是在酿造葡萄酒上面产生了一点分歧和误会。再说了，一厂它的公信力还是很大的，只不过能不能说服他们给我做担保，我没什么把握。试试看吧，到了之后看情况再说。你轻点儿。我也想轻点啊，秦副组长，可你这车太高档了。你是拿话讽刺我是不是？我哪儿敢啊！再说了，您好歹也是个领导，应该换个像样点的车才对。不是这车有什么不好啊？你别小看它啊，别看它又小又旧的，它可是陪着我跑遍贺兰山东路的大功臣。真是杀不动啊！杀不动啊！哎，大家，厂长来了！厂长来了！大家挺热闹啊！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哎，大家伙都看明白了吗？没有。这是要干什么呀？是这样啊，厂党委经过研究啊，决定对全体的种植工人呀进行一次比赛。这个园区啊，大家都知道，这可是我们一厂的宝贝疙瘩呀。这里面啊都是树龄超过20年以上的老藤。一会儿呢，大家去厂办呀抽签，谁抽到哪个园子呀，哪个园子就由谁负责。等到明年采摘季的时候啊，我们对产量啊进行统计，统计产量最精准的获胜。抽签，厂长，
你得给个参考吧？参考嘛，亩产200公斤。我不明白了，这为啥把产量加的这么低呀？大家想啊，我们种的是什么葡萄啊？我们种的是酿酒葡萄。要想酿出好的葡萄酒，那就必须严格控制产量，必须科学种植啊。哦，原来是这样。对，行了，大家都明白了，去厂办抽签吧。好。老魏啊，真有你的啊！你看那边刚刚改造完领导班子，你这边就开始纠正起工人的生产理念了。秦大副处长啊，你给我的那可是火焰山呀，这芭蕉山还不知道在哪儿呢，任重道远呀。老秦，你这是把人才给我送回来了是吧？好，欢迎欢迎。不是的，魏厂长，我和秦副组长过来是有事想请您帮忙。不是回来呀？老魏啊，的确有件事情想麻烦你。办公室聊，走。这次叫我来有什么事儿？说吧。这个给你。这是什么？这是星星酒庄的大秘密，只有老庄主和我知道。如果说这回酒庄能够平安度过危机，你就可以专心回去酿你的葡萄酒了。我相信一定会的。但是你别忘了啊，你为了帮星星酒庄，可答应了魏厂长，帮他们酿制2款新葡萄酒。接下来的日子你得连轴转了。没事儿，不管我在哪个酒庄里酿酒，都在贺兰山，都是一家人。觉悟够高的呀！啊，这个事情能不能不和一星说？为什么不说啊？你牺牲这么大，如果说酒庄能够平安度过危机，你可是大功臣呢。因为我希望他们用我，是因为我是一名专业的酿酒师，而不是念这份情。我没看错你可以啊，银川第一酿酒厂担保书。不是我啊，魏厂长给秦副组长面子，秦副组长的功劳。也是，秦副组长说话比我们都好使。这下好了，就剩下文件、还款计划，还有首批还款的问题。首批还款。哎，老魏，你听我说，你听我说，老秦，老魏，老秦，你别太过分了，好吧？你说你杀个回马枪吧，我当你是来感谢我的，你居然让我给宁夏其他的酒庄都做担保，哎，你知道那是多少家吗？你是嫌银川第一酿酒厂过得太好了，是不是？老魏，你能不能冷静一点，听我把话说完呢？行，我冷静，我听你说，好吧？说呀。我问你啊，为什么短短10几年的时间，你们一厂就能积压1000多桶葡萄酒？很简单呀，内部机制不健全，人员的积极性没有充分的调动起来。你只知其一。我还听说啊，你为了改变你们厂领导班子一言不绝的风气，你差点给人乌纱帽摘了，有这回事吧？有啊，每人领取任务，限期完成，效果怎么样？效果是相当好啊，任务都完成了，积压的葡萄酒也都卖出去了。现在我的账上啊，躺着2000万呢。你还挺满意的。那我问你，你能保证今年不会再积压了？如果再出现积压的问题，你觉得你这招还管用吗？那你的意思，根本原因不在内部，在外部了？你说的太对了。那咱打个比方啊，我们就从贺兰山出发，无论往哪个方向走，我们往前走出200里地去问问，有谁知道第一酿酒厂？如果说我们走得再远一点，你别说你们一厂了，都没人知道我们这产葡萄酒。你这个问题，我也不是没考虑过。这宣传方面，我也在引进人才呀，还加大了营销的投入。太慢了，老魏。无论你们一厂再大，实力再强，也只是你们一家企业。要抱团儿，众人拾柴火焰高嘛。你说的都有道理。那抱团这么多家，哪有这么容易呀？你是想通过产区来发声，对不对？所以说你是内行嘛。
你想想，如果人们以后想到葡萄酒，除了国外的那些老牌酒庄，就能想到咱们产区。再如果我们产区能够被载入世界葡萄酒地图，你再想想，你们一厂每年生产1000多桶葡萄酒，那卖出去不跟玩儿似的？老秦啊，老秦，要不说你沾了毛比猴都精呢。刚才是我态度不好，我向你道歉。别！哎，坐。那你说说你的想法，怎么个担保法？我想啊，由政府和企业共同出资，我们成立一个产业协会，然后在产业协会内部呢，我们弄一个担保基金，专门用于解决葡萄酒企业成长过程当中融资难的问题，提高企业抗风险的能力。石伯伯，星星，你知道我刚才看见什么了？什么呀？一只珍珠鸡就在那儿，真美，像做梦一样。他看着我，我也看着他。你知道吗？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这块地方就是乱石滩、不毛之地，风吹石头跑，天上无飞鸟。可是现在完全都变了。要放在之前，我做梦都想不到会有这样美的一个葡萄园出现在我眼前。石伯伯，您别发愁了。还没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呢，会有办法的。你相信我，我一定会保住酒庄的。孩子，挺对不住你的，让你承受这么多。这个钱是当时你爸和我一起向银行贷的款，现在却需要你来偿还。我都听说了，你把你的琴，还有你一些值钱的东西都变卖了。还有秦副组长，为了我们这个贷款的事情，替我们四处奔走，大家都在想办法。这是我的钱。您干嘛呀？我不要。哎呀，这是您的养老钱。星星，这片葡萄园对于我来说是我的命，所以这个钱给你是救命钱，它不是养老钱。钱的问题我会自己解决的。再说了，父债子偿本身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您的钱您收好，我不会要的。哎，这样吧，星星，这个钱算我借的。等到酒庄经营好了，有收益了，以后你连本带利的还给我。啊，拿着。一星，他们怎么来了？哎呀，大家伙都来了。是啊，叔婶儿，你们怎么都来了？一星，那酒庄里遇到点困难，俺们就想来帮个忙。是啊，一星，那以前我们有事的时候，老庄主没少帮衬我们。现在酒庄有困难，我们肯定不能坐视不理。俺家话说的对，尽一份微薄之力。拿着。谢谢东阳叔，拿着啊！谢谢二婶，拿着。谢谢东宝叔，谢谢。来，一点心意，请收下。谢谢，谢谢，谢谢，一点心意，收下。谢谢。谢谢你们，谢谢，谢谢大家。所以我认为这家酒庄啊，还是很有前途的。如果我们能够帮他度过眼下的危机，
我相信未来的回报一定会很丰厚。李经理，去拿一下星星酒庄的资料。好嘞。齐副组长，稍等一下，我先了解点情况。好。喂，你好。喂，秋姐，自治区林业厅的秦副组长来了，和我们行长在一块儿呢。是为艺兴说情来的。是啊，行长让我现在去拿艺兴的资料。这件事儿你怎么看？政府出面，延期的可能性很大。如果你能证明艺兴他没有还款能力，并且面临着严重的内部危机，事情会不会有转机？如果是这样，那谁也不敢担这个责任。好，我一会儿给你邮箱发份资料。好嘞。老，这么多年酒庄经历了多少风风雨雨，咱们都挺过来了。希望这次我们能度过这个难关。不通过？为什么不通过？你们向银行隐瞒了潜在风险。潜在风险？不可能啊！我们的还款计划和证明材料都是真实的，我可以保证。这是风控部门调查出来的，你自己看吧。虽然借条上没有约定的还款利率，但我们调查过，这些债权人跟你父亲根本不认识，所以风控部门有理由怀疑这批借款是高利贷。高利贷？回去准备罂粟吧。高利贷，确凿吗？银行的信贷部门已经掌握了部分的证据，包括借条和证人证言。借条上有欧阳斌亲笔签名，还有笔迹鉴定报告。如果是这样，那我们就不能难为人家银行了。我就是有点不甘心。市场竞争，适者生存，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儿。以后还会有更多的酒庄进来，我们的原则只有一个：尊重法律，尊重市场规律。我明白。哦，对了，还有个情况，欧阳斌现在还在医院躺着，每天花费不菲。我打算联系一下产业协会，看看有没有什么方式能够帮到他们。好。这可是一把好琴啊！那是啊，爸爸希望你无论做任何事情，无论遇到再大的困难，都要坚持。爸爸这个酒庄能到今天这规模，就是2个字：坚持。你拉琴也一样。老欧，对不起，你别怪我，我还是没能坚持下来。叶安姐，你说说你，出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也不来找我呢？都结束了。别灰心，他们不是还没有起诉吗？再说了，就算他们起诉了，咱们应诉就是了。姐给你找律师，找最好的律师。
叶安姐，我找你来是想问你个事情。你知道高利贷的事情是谁捅出去的吗？我不知道。你怀疑姐？没有，不知道。我问你个问题，你要跟我说实话。如果酒庄到了你手里，你能保护好他吗？一星，你说什么呢？咱们两家是世交，是一家人，那别人不知道，姐还不知道吗？欧阳叔叔用你的名字给酒庄起名，那是因为在他心目当中，酒庄就是他的命根子，和他的亲生女儿是一样的。那你现在放弃梦想，拼了命的保护酒庄，也是因为在你心目当中，你也把酒庄当成欧阳叔叔了。明天早上来酒庄，咱们把合同签了。什么情况？你要卖掉酒庄？我已经跟律师沟通过了，官司是打不赢的。算了，都已经尽力了。叶寒姐怎么说也是自己人。邱一涵是什么人，我可知道。你不能给他。我已经决定了。对不起啊，本来想邀请你当酿酒师的，结果连自己的酒庄都保不住。走吧，带你去酒窖看看，你还没见过呢。顺便陪你的酒，跟我来吧。你不知道，小时候我都讨厌这个地方，又阴又冷又暗，还有酒精的味道。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现在要跟他们说再见了。怎么了？你这纹什么？波特酒啊？也是波特酒。有救了，一心，我告诉你，酒庄有救了。有救了！喂，叶寒姐，一心啊，你肯定想不到，我爸在酒庄里面存了波特酒整整10个橡木桶。你说什么？我说波特酒。今天早上我们在酒窖里发现了10桶波特酒，齐路说这是一种特别名贵的陈年波特，完全可以偿还我们的债务。啊，是啊，那好事儿啊，天大的好事儿，恭喜你呀！
酒，波特酒。看看，快看看这个，波特酒啊！我知道这种酒。怎么，你想做？对，咱们呀来个陈年波特，我还得存着，存到艺兴出嫁那天，我再把它拿出来。不是我泼你冷水啊，这种酒咱们做不出来。为什么？第一，葡萄，酿造波特酒的葡萄品种呢？有国产多瑞加、卡奥红、巴罗卡红，还有法国多瑞加和罗丽红，而这些品种啊，咱们一个也没有。没有，咱可以种呀。好，就算你引进了葡萄，种下去了，酿造技术呢？这种酒要求对发酵过程的精准掌握，怎么精准？温度控制，咱们没有这个条件啊。咱们现在的温度控制就是眼观手摸，可以说是处于石器时代。我相信你，明山，你可以的，你可是流苏的高材生啊！明山，前2天说的那个波特酒，我想试试。你要是信得过我，就趁早放弃，真的，赶紧打消这个念头，不然你会害了你自己，害了酒庄。没错，陈年的波特酒。欧阳大哥成功了，成功了！这么些年，他一直告诉我，不要碰这几桶酒。这是他自己做的普通葡萄酒，他想留着。我原以为他的实验没有成功，没想到真的成了。您这速度真够快的啊，秦副组长。石老在里面等着你呢，我们去吧。走，你看看，这个就是波特酒啊。对，这是极其珍贵的茶色波特酒，整整10桶，全部都是陈酿时间超过15年以上的。我听说这种波特酒啊，算得上真品了，在市场上能卖很高的价格。你是怎么发现的？哎呀，这些酒放在这很多年了，我自己都忘了。这小子一来，就靠他那只鼻子给闻出来了，厉害吧？凑巧，今天我跟艺兴逛酒窖的时候发现了。齐洛，你是我们酒庄的大福星。齐洛，必须留在这儿，这是你和星星酒庄的缘分啊！这小子不错啊，为了酒庄上上下下帮了不少忙，我挺看好他的。您过奖了，我没做什么。不过话说回来，虽然你已经是我们酒庄的人了，好像还没有给你办一个正式的入职仪式呢。哎，择日不如撞日，我看就今天，是不是？秦副组长也在嘛。好啊。哎，你老跟着我干什么呀你？不是师傅，我跟你说，齐总今天特高兴，他们发现了一款葡萄酒，星星酒庄的人还说要给他办入职仪式呢。是吗？啊，这么说，他还真要留在那儿了。这些天我知道大家对于酒庄的情况都很担心、很着急，所以呢，今天把大家召集到这里啊，是要宣布一个好消息：齐禄在酒窖里发现了。小庄主，现在酒庄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边缘了，他就是发现什么，也解决不了问题啊。请大家先不要着急，让小庄主把话说完。怪我卖了一个关子，我想说的是，齐禄在酒窖里发现了10桶波特酒。波特酒是什么？大家应该有所耳闻吧？有了这10桶波特酒，我们的酒庄有救了。
你听说过咱们酒庄有波特酒吗？不知道啊，你一个助理酿酒师都不知道，我怎么会知道？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呢，就是齐心协力把这些波特酒都给卖出去，完成银行的还款，这样我们的酒庄就可以渡过难关了。小庄主，怕是不行吧？之前咱这个希拉就因为咱们不肯降价钱，才导致没有卖出去。那这波特酒就能卖到咱们想要卖的价钱吗？波特酒不能随便降价，这个酒的品质非常高。我想也是老庄主费尽了心血，才保存到今天的。如果波特酒随便降价的话，是对我们葡萄酒行业的不尊重。石老，现在咱们都活不成了，你还要什么尊严呀？先填饱肚子再说吧。韦经理，之前希拉的事情呢，是我的疏忽，我没有及时的跟您沟通，让您得罪了客户。但是波特酒不一样，我同意石老说的，我们的酒是有品质保证的。如果一款好的酒配上一个低廉的价格，那就好比说，您见过标价100块钱的名表吗？这怎么能一样呢？我只是打一个比方嘛。我想说的是，如果在这个关键时候自降身价的话，那会影响到我们酒庄的市场定位，甚至会影响到我们酒庄今后的发展。当然了，我不懂销售啊，您是这方面的专家，我相信您在葡萄酒经商领域的地位能力，所以这10桶波特酒应该难不倒你们销售部吧？行吧，上次降价卖希拉，把客户都得罪光了，我们再想想办法，但是不敢打保票。他们怎么就突然找到波特酒了呢？我怎么知道啊？他们这运气也太好了。这酒倒真是好东西，但咱们怎么卖啊？卖什么卖？这波特酒的市场标价谁不知道啊？卖出去了，对我有什么好处？这明码标价的东西，确实不好从中间。中间？什么中间？就没有中间。而且这波特酒是有产区限制的，到时候没有卖出去，反倒惹了一身骚啊。那怎么办呀？回去呢，告诉兄弟们，该出去跑出去跑，把样子呢给他做足了。这能不能卖出去，还不是咱们说了算。前几天我还唉声叹气的，当时觉得已经到谷底了，真是想把酒庄卖了，一走了之。谢谢你的帮助，我一直以为你跟我说要加入酒庄是在跟我开玩笑呢，我还跟石老说呢，但凡不是个傻子，都不会往火坑里跳。他不光是跳了啊，为了能够留下来，跟他母亲都闹翻了。啊？你们别用这种眼神看我嘛！我相信，只要我努力，总有一天，我妈会理解我的。齐鲁，我告诉你，你的选择绝对是对的。一香，赶紧把聘书给人家。谢谢你，为了帮我们酒庄走出困境而努力。我以代理庄主的身份，正式的邀请你加入我们。收到，庄主大人。齐路意外发现的波特酒，为陷入绝境的酒庄带来了一线生机。大家终于能从令人窒息的压力中暂时松一口气。多许口的眼泪。有话快说。爸，您怎么了？谁惹你生气了？哦，是小英啊。你说你怎么这个时间给我打电话呢？我关心你嘛，问问您最近的血糖控制的怎么样啊？你是想齐路了吧？谁想他了？他那个白眼狼。你说你们两个都这么大人了，还跟孩子一般见识。爸，那齐路
最近怎么样啊？哦，齐路现在在星星酒庄都累瘦了。你要有时间的话，你给他打个电话，啊？行，我知道了。来来来，还记得咱们第一次认识吗？在厅里的办公室。是，我那时候还只是个小科员。那天我去办事情，我想找陈副厅长，但是他正好去出差去了，我正好遇到你了，没办法，我就找你。结果呢，你还真把这个事情给揽下来了。不瞒您说，你走了之后我就后悔了啊！我们一圈同事啊就开始骂我，说你傻不傻？这事儿跟你有什么关系？又不是你的事儿。我当时啊是看着您特别着急，我心里面有点不落忍，我才应下来的。结果啊，我人到2场，差一点大门都没进去。哎呦，后来我还是打着陈副厅长旗号，才把这件事给办了。回去之后呢，我只老老实实的当着陈副厅长的面做了一个深刻的检讨。但是你没想到啊，陈副厅长当着我的面就把检讨给撕了，他还批评我呢，说你替葡萄酒产业办事儿，写什么检讨？所以从那时候开始，我开始真正的对葡萄酒产业上心了。哎呀，你这么说是我对不住你啊，我把你给拖下水的。不能这么说，我得谢谢您，是您让我在琐碎的办公室事务当中找到了人生目标。你说我们这些做企业的人，遇到的干部要是都是像你这样，多好啊！哎呀，这些年我也是看着你从那个办公室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现在也是扛起了我们这个葡萄酒行业的一面大旗。不敢当啊，施老啊，您是看着我成长起来的。以前我对您感觉您是那种严肃古板，但是今天这么一聊天，不是，这只是您的表面。您是一个心里有爱、眼里有光的人。咱们产区的葡萄酒产业能够发展到今天，靠的不是像我这样的干部，靠的是您这样一门心思扑在酒庄事业上的前辈。你们能够走到今天，付出了多少努力、辛酸，承受了多少委屈，那都是常人不敢想象的。齐大酿酒师，庄主，你怎么了？愁眉苦脸的，不会刚刚正式加入酒庄就反悔了吧？没有，我就是在犹豫要不要给我妈打个电话。你跟阿姨，你想问我和我妈为什么闹这么僵，是不是？怕你尴尬没敢问。没什么好尴尬的。庄主啊，其实我特别羡慕你和你爸。欧阳叔叔以前是不是特别支持你拉大提琴？你知道学艺术要花很多钱的，但那个时候不管我爸有多困难，从来没有说过要让我放弃大提琴的话，所以后来会有那样的成就，都要归功于我爸。所以欧阳叔叔出事以后，你才会为了保护他的梦想去放弃自己的理想。这相互的嘛，毕竟我们是一家人，那家人之间不就是应该为了彼此做出让步和牺牲吗？就是因为这样，我才羡慕你和你爸呀。我老妈呢，从来没有这么理解过我，一次都没有。那你跟阿姨是母子，有什么事情你就主动一点，去跟她说明白了，我相信她会理解的。秦副组长，银行给我们延期还贷的事情，还真得感谢你。施老，您太客气了，我先走了。哎，好，您留步。好。
这小心情怎么样了？我不甘心。你看，听老爸一句劝，现在回头还来得及。回头，爸，我做错什么了？我需要回头？我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咱家的酒庄好，您不帮我也就算了，我为什么要回头啊？你还是沉不住气。老话讲得好，每逢大事有静气，懂吗？爸，你不知道我为这件事情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我连着喝了半个月的酒，喝到胃出血，我才签下投资人。我堂堂一个酒庄老板，我要铁着脸的去讨好一个银行小职员，还要跟那些别有用心的男人们逢场作戏，到最后了，临门一脚了，我让一个小丫头片子给我涮了，不争馒头争口气。我告诉你爸，这件事情我不能就这么算了。我听说了你对艺兴做的那些事情，这贺兰山下这么多酒庄，你怎么就和他过不去呢？那还不是因为你？我怎么了？当年要不是您大方，200亩老藤都给了他们家，没有老藤我酿不出来高端酒，没有高端酒我们就只能挣这些辛苦钱。我不服气吧？凭什么？我们邱家哪一样不如他们？你现在这样子让我很担心，我觉得总有一天你会后悔的。我邱一涵自己走的路，我自己认，后悔不可能。老欧，谢谢你给我留的波特酒，酒庄就快要渡过难关了，你要快点醒过来。妈，对不起，我一定要留在银川的事情让你生气了。我知道是我的不对，我希望你能原谅我。我听爷爷说过，你是一个勇于追求自己梦想，并且为之锲而不舍的人。你知道吗？当我听到别人说起葡萄酒酒界华人侍酒师大师吕小英的时候，我有多么的光荣，我有多么的庆幸能成为你的儿子。妈，这段时间待在这里，我经历了很多。我加入了新兴酒庄，我看到了他们为了保住酒庄而做出的一切努力。啊，老妈，丽姐万岁！您是魏厂长啊，我是。您二位是？我是二厂内造车间的工人，这位呢是种植师。哈，原来是二厂的老工人啊！来来来，请坐，请坐。啊，你们找我有什么事吗？啊，是这样的，我们呢听说厂里积压那批酒已经卖掉了，您呢可能还不知道，那批酒里啊有300桶是二厂的，当时领导答应过，只要酒销出去就给我们奖金。二厂还有些遗留的问题没有解决，
我们俩呀是大伙推荐出来的职工代表，来跟您商量商量。原来是这么回事啊！我个人先表个态啊，咱们1厂2厂啊是兄弟单位，不管有没有那300桶酒，你们有任何问题啊都可以来找我呀，我一定尽力而为，好吧？好，太好了。不过呢，你们也清楚，1厂2厂啊是国有企业，我这个厂长呢只是一个大管家，我不是推卸责任啊，但是组织原则我们还是必须要遵守的。魏厂长，您的这些官话我听也听不明白，您就说我们的事儿，您管还是不管？管，你放心，我管到底，好吧？但是你们得容我把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弄清楚之后，再看怎么解决，是吧？好，你们放心。先说好啊，我没有在跟踪你，只是那天凑巧看到你在卖这个琴，我觉得它应该对你挺重要的。这是纯手工大提琴，我很爱惜，麻烦您帮我给它找个好主人。哎，你放心。我怕你尴尬，没敢露面。你离开后，我去找了老板，起初老板还不愿意让我原价赎回。后来我跟他讲了你和你父亲，还有这把琴的故事，他很是感动，我这才顺利的带回这把琴。我一直在怕我好心办坏事，所以没敢拿过来。怎么会呢？你知道吗？这把琴就是我的生命。但是酒庄是我爸的生命，要不是走投无路，我不会让他离开我。反正你别生气，我自作主张就行了。谢谢你，请。钱我会尽快还你。其实从卖掉它的那一刻起，我就已经后悔了。但是我逼着让自己不去想它，因为怕自己会出尔反尔，更怕自己会退缩、会逃避，最后丢了梦想，又回了酒庄。哎呀，你也别这么说嘛。虽然你嘴上一直在说怕自己后悔，但我看得出来啊，你从来没给自己留过后路。你为了这个酒庄一直在努力。说实话，挺喜欢你的啊，挺喜欢你性格的。请领导放心，2厂的历史遗留问题，我们会妥善处置。再见。程厅长，我刚刚接到1厂电话，坐。我正要找你说这件事儿。这件事你知道了？不光咱们知道，自治区单位政府主要领导都知道了。上级领导要求我们妥善处置，合理合法解决工人的诉求。既然你也知道了，有什么想法说说吧。我明天呢会跟国资委同志一块儿去趟2厂，见一下工人代表。不管事情的经过怎么样吧，有一点毋庸置疑，2厂是对咱们葡萄酒产业的发展做出过突出贡献的，我们不应该忘记。上级领导也是这个意见，切记见面的过程中要戒骄戒躁，倾听为主，解释为辅，不要跟工人代表起冲突。有什么疑难点，把问题带回来，咱们集体研究。石伯伯，我爸借高利贷这个事情都有谁知道？没什么人知道。那有没有可能邱伯伯知道这个事情？这不太可能吧？你爸爸借钱那个时候啊，你邱伯伯已经有了自己的酒庄，而且手上也有一定的资产。你想想看，你爸爸没跟邱伯伯开口，却在外面跟别人借钱，那就很明显，他是不想让借钱这件事情被别人知道。那叔叔借高利贷，会不会是邱一涵告诉李军的？一涵姐，李经理，一星，这么巧啊！你们也在这儿啊？你怎么也在这儿？
哦，我跟朋友约了谈事儿，在这儿，他可能还没到呢。我是不是打搅你们聊正事儿了？啊，没有，刚好我们酒庄需要借贷一部分钱，所以我约李经理出来聊一聊。邱总是我们老客户了，偶尔有些往来。有这个可能。今天我跟着他们一块儿上楼他们看到我，表情挺惊讶的，尤其是那个李经理，表情特别不自然。会不会是你听错了？应该不会，他甚至都有点不太敢看我的眼睛。那照理说，银行借贷部的客户经理见客户是很正常的事情，那你说他见到我心虚什么呢？那真是邱阳干的？但是你们俩私下关系挺好的呀，天天姐姐长妹妹短的，那他心机也太重了吧？也不是，你看邱一涵是个职业女强人，又很有经商头脑，如果这件事情是她做的，不奇怪。但有一点我想不明白酒庄的财务报表里面没有我爸爸借高利贷的相关信息如果像石伯伯说的，邱伯伯也不知道的话，那一涵姐是怎么知道的呢？各位公众朋友，你们好啊！今天国资委的同志也在这儿，我们是2个部门联合调查、联合解决，今天一定会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复。我们来就是要解决一厂与你们2厂历史遗留问题，以及改制后大家的工作问题。魏厂长为什么没来见我们？大家不要着急，有什么问题呢？一个一个的说，好不好？我看领导根本没把咱们当回事。不谈了，不谈了，找魏学成说理去。不要冲动，不要走，不要走啊！你看，就这么走，你们甘心吗？秦副组长，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你们各位都是为产区做过贡献的人，党和政府铭记在心。我想，你们当初种下的那些葡萄，就像是你们自己的孩子，是有感情的呀。你们当年在荒芜的戈壁上，战天斗地，筛石头抗风沙，一把沙子一口土，引进了黄河水，这才把那些风吹石头跑的荒滩变成了金沙滩。2厂的确经营困难，我理解大家现在的心情。可是你们当年种下的那些葡萄藤还在开花结果呢，星星之火尚可以燎原，一厂这艘大船也正在乘风破浪，而你们是咱们产区里面最优秀的种植工人，业务熟练，技术精湛，难道说你们就愿意荒废自己这门手艺吗？秦副组长，您的意思，我们2厂还有希望？为什么没希望呢？可能各位还不知道，产区已经规划了5万亩葡萄园，这个园子里面都是10年以上的老藤，但是遗憾的是，树种老化，种植技术也达不到要求，所以我们需要大批像你们这样的懂技术、业务强的种植工人，去手把手教会那些农民怎样管理葡萄园。咱们大家伙一起把咱们的葡萄酒事业做大做强，不好吗？教会了农民，我们还能有活干。这一点我可以向您保证，你们不仅有活干，还会成为最抢手的高级技术人员。这还是不明白。对，我也不明白。现在不明白没有关系，各位公众朋友们先坐下好不好？我给你们详细解答，行不行？也行。大家伙先坐下，听人家秦副组长给咱们怎么说，好不好？好。看着这些为生计发愁的工人，秦鹤鸣内心感慨，他一定要帮助大家回到工作岗位，找回葡萄酒人的归属感。老魏，出事了！怎么了？秦副组长没找拢？不是，是石头村，咱们的技术员给拦下了，进不了园子。这怎么回事啊？不是签了合同吗？种植户们听说厂里要剪枝子上芽子，担心会减少产量，跟技术员们呛起来了。刚才老张打来电话，担心冲突升级。快走，赶去看，赶紧的。秦副组长，真有你的，早就听说你有魄力。
今天我算见识了。其实工人的本心还是很淳朴的，咱们只要站在他们的角度，把很多事情解释清楚，很多问题都会迎刃而解。走吧。秦副组长辛苦了。你们辛苦了。你好，陈副厅长。怎么样？沟通顺利吗？顺利，工人已经在报名表上签字了，接下来就是程序的问题了。你可能还不知道，就在刚刚，石头村的政治部门拒绝一场委派的技术人员进园工作。魏学成同志已经到场协调，不过深层次的问题还没有解决，现在需要拿出一个解决的办法。那这样吧，这两天我安排一下，对包括石头村在内的村庄进行一次集中的调研。好，就这样。魏经理呢？魏经理一般是10点钟才到。我们上班的时间是9点吧？魏经理他是市场部的负责人，晚上可能难免会和客户有些应酬，可以理解。你们谁负责通知魏经理的？是我。你跟魏经理怎么说的？我说庄主要一早开会，会议时间是9点钟。你看，你没有告诉他会议的内容，他怎么能知道这个会议很重要呢？是吧？这就是你的不是了，对吧？是。我给他打个电话。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Sorry。关机了。人都到得差不多了，要不咱们先开会？石伯伯，我们今天开的是销售会议，要讨论波特酒的销售问题。市场部的负责人都不在，我们开这个会干什么呢？要不你看这样行吗？酒呢是齐路发现的，齐路对波特酒也比较了解，让他先介绍一下波特酒的情况。齐路啊，你跟大家先介绍一下波特酒的情况。咱们市场部的人啊，做好记录。等到魏经理来了以后呢，你们把这个记录的情况跟他讲一下，让魏经理拿一份销售的方案，让他向小庄主做一个销售方面的汇报。好，咱们开始吧。那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波特酒。魏军他就是故意的。我昨天自己给他打的电话，我说的很清楚，今天我们要讨论波特酒的销售问题。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但是一星，你现在还真的不是生气的时候。你不能拿他的错误让自己陷入一个被动的局面。可是我着急呀，石伯伯，银行只给我们延了1个月的时间，他这些天就是对我避而不见的。我去找他呢，他就给我打官腔，根本不切入正题。这个魏军滑得很，你想掌控他真的很难。虽然你现在是小庄主，但是他可以不把你当回事，因为他有这个资格。像他这样的人，在葡萄酒行业上面摸爬滚打了10几年。我们整个企业所有的客户资料全掌握在他的手里呢，所以你要对付他，得有自己的策略。那我应该怎么做呀？我觉着你现在应该做的是杀鸡儆猴。我明白了。齐洛，哎，秦副组长，干嘛呀？那么早找我啊？走，吃口饭去。哎，别，咱就在这说吧。啊？什么事儿啊？是这样的，波特酒的销售问题，我想麻烦你帮个忙。你就说吧，需要我帮你做什么？您看，波特酒在我们国内的认知度非常低，在国外呢，特定产区才叫波特酒，所以销售起来会有点麻烦。你的意思是希望政府出面来推动这件事情，对吗？是。您看，我觉得想要发展起来我们产区，那光靠传统的干红干白是不行的。需要各种酒类，高端的、中端的都要有。你这个酒池什么时候开始关心起市场来了？我想保住酒庄。您看，我们好不容易看到了希望，我不想到最后，因为无法销售，再面对绝望。我明白了，
我介绍个人给你认识，你等我一会儿，我去开车。好。李军啊，新兴酒庄的事情你都知道了吧？知道了。昨天我跟风控部门做了实地调研，情况属实。那你有什么方案吗？我们已经给了1个月的期限，让他们延期还款。对了，我听说你最近和爱德堡酒庄邱总的关系走得比较近，是吗？啊，对，邱总想贷款，但流程上不太熟悉，所以就见了几面。贷款？据我所知，邱总可是不缺投资啊，他贷什么款？你是我招进来的，这么多年，我看着你一步一步走到信贷部经理这个位置也不容易，我也替你高兴。但是，越是这个时候，越要严格要求自己，知道吗？那您刚刚说的是贺兰山品鉴网？对，其实负责人你也认识，邱一涵丈夫张伯饶。没错，我打算呢，让他帮你们波特酒啊出一个专题，好好帮你们宣传宣传。太感谢您了。不过，我知道，你就放心吧。张伯饶和邱一涵虽然是夫妻俩，但是他们2个人做事风格完全不一样，你不需要有什么顾虑。啊，对了，回头啊，网站可能会采访你一下，让你帮大家普及一下什么是波特酒。没问题，我一定全力配合。魏经理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将就年，百之在。哎，早上好。干嘛呢，哥？小庄主，这什么意思？我们在前面拼命地帮你卖酒，你可倒好，背后捅刀子。这徐静怎么说也是我的人吧？您处理他，是不是得事先跟我说一声？您这么做，不合适吧？魏经理，您别生气，坐下慢慢说。不了，你给我一个解释吧，不然我辞职。李经理，您不能这样，这可是咱们事前说好的。邱总，他们手续齐全，第一笔还款也已经到位了。我之前替你做的事儿，我们行长都已经知道了，所以抱歉，我只能按照流程走，没办法帮你了。李经理，你听我，李经理。您拿着徐静的通报来找我，说我打击你们的积极性，要我给一个说法。那今天我就给您给市场部一个说法。好啊，魏某洗耳恭听。您看，这是安南为我们酒庄拿到的第一笔订单，他没有收我1分钱的差旅费和招待费。小庄主的意思是要砍掉我们的营销费用？哦，不，您误会了。我想说的是啊，现在酒庄的头等大事就是把波特酒卖出去，上到我本人，下到酒庄的所有工人，包括保洁、亲戚、朋友，只要能帮我卖酒的，都能得到重赏。当然了，他们这些啊都是打边鼓的角色，市场部才是酒庄的中坚力量。营销费用全额报销。销售提成再加1个点，但前提是刀下见财。我给自己的目标是本月15号之前清空库存，还清贷款。这个是这样啊，安总呢背后人也有大集团撑腰，自然呢神通广大。不过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啊，我们销售部呢肯定全力以赴。好，不过还有一点啊。徐静的处分呢？对不起，我不能撤回，
原因很简单，您的面子我可以帮您维护，但酒庄的面子我也需要维护。所以，魏经理，您是聪明人，我就不用把话说透了吧？哎，你看你怎么来了？起来！哎，不是你，给我一个解释。我做的是葡萄酒的品鉴网站，这一篇新闻现在是我们整个产区最重要的新闻，我肯定要关注啊。别人可以关注你，张伯饶不可以。不是，我为什么不可以？因为我是你老婆。张伯饶，我告诉你，从今天开始，你的网站不许再出现任何关于新兴酒庄的东西。你起开！那我现在就是人家不给人说不给啥事儿，人家抢了以后，那人家也我说不中吧，你非要中非要中，现在好了，吓我一跳。哎呀，行了行了，人家魏厂长也没说不给钱呀。这个技术人帮咱们那个剪枝子，为啥嘛？还不是为了让咱葡萄长得好，能酿出好酒嘛？不是哥，我说你现在倒是觉悟高了啊。那魏厂长说给钱，那钱呢呀？再说两句。那你说牙都抹了，那接什么葡萄啊？接的是优质葡萄啊！领导好。各位乡亲们，我今天来呢，就是专门听听你们的心里话的。你们有什么担心、顾虑、要求，尽管提出来，我能当面答复的，我立刻就答复。如果说我当面答复不了的，我会把问题带回去，好好研究，尽快给广大种植户一个满意的答复。那我们什么都能说。你别瞎说，谁瞎说了？那葡萄都这样了，再说了，那人家秦副主任说了，我们什么都能说。什么都可以说啊，千万不要有顾虑。只要能把葡萄种得好，你们想说什么说什么，想怎么说怎么说，哪怕你们各位啊指着我鼻子骂娘都行。这个不能骂嘛！哎，领导，你看这样行不行？你先坐，你先坐这儿，大伙儿都过来啊！大伙儿都到领导这儿来嘛！哎呀，让领导知道咱们心里咋想，有啥意见都畅所欲言，都说一说嘛。对，一个一个说，一个一个说啊。那我先说了啊，哎，不是，这牙都抹了，那葡萄肯定就变少了呀。那牙少了，产量就减少了呀。那成本呢？本钱怎么办呀？还有，那我的钱啥时候能到账呀？是呢，种了这么些年葡萄，也没见把那个牙就抽了那抽。对呀，钱少了怎么办？有啥解决办法没？不懂这方面的技术，有没有人教我们呀？领导，那产量上不去，那又怎么办呢呀？这产量得管呀。对呀。空杯啊，哦。好。行了吧？1、2、3、4、5、6，你让我过来就是给你打下手、递杯子啊？没有啊，我就是看你心情不好，想让你下来尝尝酒，放松一下。谢谢你啊，石郎每天逼着我背跟葡萄酒有关的书，我头已经很大了。你现在又让我来尝酒，一会儿又跟我说什么单宁啊、立体感啊，这哪是放松啊？这简直是折磨！哎，我就是单纯的让你尝尝酒。这样，你说的那些，只字不提。你说的啊？嗯。怎么样？你刚说不提专业的问题。我也没提专业的问题啊，我在问你感受，感受怎么样？什么感受？闭上眼睛，感受不同的酒。用心去体会葡萄，这样你就会有不一样的发现。试试。不就是味道不一样吗？其实啊，每一颗葡萄呢，它在这个世界上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就算是同一串葡萄呢，也会因为经历的光照不同，还有所经历的阳光、雨露、风霜不同，会产生一些差别。就这些差别，就能让它们拥有自己最独特的个性。而我们呢，根据这些葡萄的不同，给它们搭配最合适的酿造工序，去放大它们的特点。你说的也太神奇了吧！口感不同呢，我承认，
但是不一样的葡萄酿出来的味道当然不一样。总而言之，都是葡萄酒，喝了都会醉，感受能有什么不同？不信我说的是不是？来，试这个。来，闭上眼睛，慢慢感受。把你脑子里所有的数据都给忘了，然后去感受葡萄它成为葡萄酒之前所经历的阳光、雨露、风霜。我好像真的能够感受到葡萄沐浴在阳光底下，被温暖包围着，幸福成长的样子。好厉害啊！这就是我老师教的，一个酿酒师呢，不能光只有技术，他还要去感受葡萄的本质，了解葡萄的所需。只有认真感受和了解了，才能酿出真正的好酒。感受本质，了解所需，才能酿出一瓶好酒。我明白了。裴经理，这是给市场部同事们的销售提成，这是给您的。小庄主，这也太少了吧？哦，您看看这个，这是我的病历。本人魏军，胃出血，病因呢是饮酒过量。不光是我呀，我们销售部每一个人，为了陪客户喝酒，哪一个都是半条命都搭进去了。魏经理，我代表星星酒庄感谢您，您和市场部所有同事的医药费、营养费，包括补贴，星星酒庄全额报销。另外呢，从今天起，出货价降到7折，销售提成再加1个点。小庄主是这样啊，最近呢，该挖的客户我们都挖了，以后再去上哪儿挖，我也不知道。您这是什么意思呢？拿货价5折，提成嘛，再加2个点。我觉得就不应该答应魏军那些条件，他就是在借机抬价。我知道他胃口大，可是目前再找销售他不现实，只能先稳着他，再另外想办法。我就是不喜欢他这个人，通过他把我们酒卖出去，侮辱了我们酒。我知道你对那些酒有感情，你跟我说过，酒是有生命的，尤其是那种陈酿了很多年的酒，他们时时刻刻都在呼吸，在感受。可是呢，现在我们酒庄处于风雨飘摇的状态，魏军又是酒庄的元老，就连我爸老欧都得让他几分。我这么说，你能明白吗？那如果我能卖出所有的波特酒呢？等等，你要卖酒？怎么不信？不是，我只是奇怪你为什么这么讨厌魏军呢？他身上有铜臭味。他是销售呀。那又怎么样？你放心吧，发酵罐那儿一切正常，我也跟下面的工人叮嘱过了，每天打2个循环，温度不用变。你要走啊？对，明天就回上海，剩下的波特酒，一桶不许给我动，我给他们找个好归宿。
咱今儿都已经跑了3家了，这国产的波特酒要的人实在是太少了。小庄主给这么高的提成，是有他的道理的。吃不到嘴里的肉，说到底还是别人锅里的。军哥，你得想想办法呀，咱不能像别人一样傻乎乎的跑销售啊。这个小丫头跟咱市场部是憋着劲儿呢。我魏军干这个行业也干了10几年了，要是输给这个小丫头，我以后也就甭混了。要不咱们去找找虎哥？虎子办不成，我自有办法，放心吧。哎呦，石老，您什么时候进来的？我一直在。你这是？哦，我这是给客户带点样酒。魏军，哎，想问你件事儿。您说。老庄主借高利贷的事情，是谁告诉银行的？我怎么知道？他借高利贷的事情。之前你知道吗？石老，您什么意思啊？这小庄主跟您都不知道的事儿，我怎么知道？老欧的嘴是比较严，是吧？哎，石老，您不会是怀疑我吧？嗨，魏军，我相信咱们酒庄的老人会有一定的道德底线。对呀，都是酒庄的老人了，懂规矩。石老，那我先走。哎，想不到啊，魏经理还好这口。我可没那本事，不过呢，魏某人喜欢交朋友，想要打听点消息，还是有路子的。说吧，什么目的？之前呢，你答应过我，把星星酒庄交给我管理。我呢，也纳了投名状，结果出了点岔子，所以你得补偿我。想要什么补偿？我想把这10桶波特酒呢，变成20桶。